我是 Joyce， 现在职业是一名纹身师，我是 Edigo 第1届的奖学金得主。我从小就喜欢画画，然后就是画一点没有用的东西，我个人觉得啦，它没有用。然后创作这个东西，应该是一起的。等我真正开始学画画，应该是中学的时候。其实我小学的志愿就是想要做纹身师，虽然讲这个职业对普遍大众来讲可能不是很体面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很酷，maybe就是因为想做纹身师才会去读设计。其实一开始我的本意不是读 graphic design， 我本来就是想要做纹身师，然后我那时候的想法觉得我觉得要提升我自己的绘画技巧，所以我想选的是 Fine Art。可是机缘巧合之下，我去到 Graphic Design 这一个科目，连我觉得还好我有去，就还好我选的是 Graphic Design， 因为它其实如果我没有学 Illustrator、Photoshop 这些东西，到现在我应该都还在用手画。有广告设计的背景，其实对我来讲蛮重要的。就是在进入纹身师这个行业的时候，就有发现到，其实它帮了很多。就是可能在我设计会比较快，就比如我用 AI Photoshop 画出来的东西，会比我手绘的来得更快，而且效果也比较好。设计师型这些图案呢，考虑的因素其实我们算是比较商业化的，就是来讲，顾客的需求肯定是大于我的主见。考虑的因素是顾客的想法，他想要表现的东西跟适配度，就是在他身上哪一个位置，这个东西适不适合。其实我们通常是根据顾客的喜好来做设计。顾客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可能不同，我们各自的审美也不一样，所以我们通常会根据顾客的喜好来做设计，但是有意义的蛮多的。就可能比如说前几天纹了一个妈妈纹她去世的孩子的纹身，然后或者是他们的家人的生肖啊之类的。就有意义的还是很多，但是如果是说在我自己的创作还有我的设计的话，应该是没有。创意的瓶颈其实算是有，因为有些顾客他们不明白这些 so called 美感的东西，他们会觉得哦，我就是要这个东西。可是有些时候他们要的设计会比较偏旧一点，就可能说几十年前在流行的东西，他们现在要纹的话，我们通常会开始先建议你不要纹。可是他们如果坚持的话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设计方面，他们太天马行空了，有时候就可能一只蜘蛛你要配一个狮子一个老虎，可是蜘蛛那么小，老虎那么大，他们的配合度不是很高。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适合，我还是会先做给顾客看，然后让他知道这个东西真的不适合了，然后我们才再帮他改进。其实我想做的风格比较偏现代一点 ，rather than 那些 portrait 啦。现在很多人喜欢做 portrait， 可是讲真的，我从以前啊，我在 Edigo 读书的时候啊，我就很讨厌上凯德的课。这可以这样讲吗？不是因为凯德这老师不好，是因为他太好啊，他太想要你做好这个东西啊，然后他就会怎么说？他就会很努力的去监督你，要你画好每一个 portrait。可是我从小到大最讨厌的就是 portrait。本来我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就真的太多 portrait 了。做10个纹身里面有一半都是 portrait。如果我可以选图的话，基本上我的那个纹身作品里面应该不会出现 portrait 这个东西。这样子我的
顾客会不会不想来找我做 project？ 我做 project 还是很好的。就是作为一个纹身师，需要有什么特质是吗？第一点是做人要圆滑，你要懂得跟顾客如何沟通。如果今天我是那种很内向的人，我根本没有办法表达这个我的想法、我的意见，你跟顾客是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。第二点，其实技术也很重要，你的手稳不稳？讲真的，我觉得我开始做纹身之后，我发现我好像根本不会画画。一开始啊 ，because 它跟画画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在那个 surface 上面，在人皮跟纸上面画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所以技术我觉得是算很重要的东西。就算我在纸上面画得很好，然后可是我的实际操作在真人身上是不行的。讲真的，就是如果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话，肯定是要去外面看看，因为世界很大，厉害的人很多，肯定不只有你一个，而且你在那些大佬面前根本就是小卡拉米，这个，所以人永远都有不足的地方啦。看多一点是很好的。我的 Instagram follow 很多很厉害的，厉害到我看了他们的作品，我根本不敢放自己的作品出来。所以可以再加强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。然后时代也不断在更新，那些器材也越来越厉害。蛮感谢艾利哥，就是我们学校的栽培。以前那些没有不懂事的时候啊，没有交功课的时候，那些老师他不会放弃你，他们没有放弃我们，他们就是会一直逼你，逼到你交他的功课为止。就算你成果是很敷衍的，他们就是总之要看到你做到东西为止。很感激被逼出来的那一些成品。